它的头是往上抬的，这是它的正面，这是正面的朝向。那么它的胸腔呢也是往上挺的，我们是仰视它，那么这个胸腔我们也能画得出来这个朝向，因为是一个仰视的视角，骨盆虽然说往回收，但是也看不到顶面，这个是骨盆的朝向。就看你能不能够随手就能够勾出来一个相对合理的这个方体。画人体中经常使用方体来概括人的头部、胸腔和胯这几个体块。那么我们首先就需要掌握各个角度的方体。如果说我把这个角度面向镜头，大家能看到它的几个面，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面。这个时候呢，看起来就比较平，稍微转一点，上面的面出来了。然后再转一点，同时能看到3个面了，这个时候它的体积感就比较强了。再转，能感觉到它3个面之间的面积在发生变化，它的变化呢有一定的规律性。我们掌握到这个规律，你就可以默写出在空间当中的各个角度的方体。首先，我们先画一个平视的方体，先画它前面的这个边，这2条边呢是两侧的边，竖边。画一个平视的，上面这个面比较小，比较扁，然后用轻一点的线把看不到的另外的3条边画一下。这就是我们首先画出来的第一个方体。这个时候它比较偏平视，它所有竖向的边都是相平行的，横向的边和纵向的边基本上也都是平行的，变化不大。现在呢，我想把它的角度变一下，往这边画一个，把它的顶面放大一点。如果它的顶面变大，这个横向的边和这个纵向的边，它的夹角就会比上一个小一点点，这样的话这个面才能变宽一些。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往这个角度变，往这个角度变呢，底下的这个面啊就离视线更远了。离视线更远了之后呢，竖向的边它就有聚拢的趋势，微微的有一点点往里边聚拢，然后横向的边再往下也会角度会发生一点变化，这边会降下来一点，就是近处的这个点要更低一点，远处这个点呢稍高一点。也就是说它们的消失点在这边，去向消失点的这个方向要有聚拢收拢的趋势。然后把它的看不到的几个边也画出来，刚才是用比较轻的线，现在呢把它的大致的造型用重一点的线把它勾出来，相比于上一个它就转过来一点了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我们把它的角度再变一下，让它的顶面看到更多一点。那么根据上一个规律，它变多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横向的边和纵向的边，它们之间的这个夹角就会更小一点，比上一个。不要光干听啊，听一会儿你就会懵，就会走神儿，可以跟着一起画。当顶面看到更多了以后，竖向的边聚拢的趋势要比上一个更大。现在能看得出来这个方体在空间中的变化吧？角度变化带来的这个规律，面变化的规律，不同朝向面的规律。随着往这边转的时候，这条边就是竖着的，这条边也逐渐的在缩短，此消彼长。之前小的变大了，那么之前大的面呢也逐渐变小了。然后再往这边，我再让它的角度再往这边掰一点，能看到更多的顶面。那它有什么规律呢？我们还是从横向边和纵向边来看，它这个夹角是不是更小？好，我们不接着画它，我再把它往上掰一点，那这个面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横向边和纵向边的夹角更小，顶上的这个面看着就更大。这个就是一个方体在我们的面前逐渐的顶面变大，或者说我们的视角变高，看到的顶面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宽，这就是它的变化。然后它侧边的面会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。随着顶面的增大，侧面的面会变短。然后到这个更加的短，聚拢的趋势更加的明显。
然后把看不到的这个边也加上，这个一定要跟着画啊，跟着画一下，不要光听，听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我要怕画的不够准确，你先把这个规律摸索到，徒手画有误差都完全不成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但这个规律得对。这几个方解可以同时去画，一起去画它所有的顶面，一起去画所有的侧面。再分析一遍啊，我们从一个比较立着的方体，比如说这个方体就是放在一个平面上，这个方体逐渐的顶面越来越大，平面越来越大，我们画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还没有旋转，一会儿我们再把它们进行旋转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。那么顶面逐渐变大之后，有多少规律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本来顶面只有这么点，变大之后它会变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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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宽呢，同时呢，它这两个边，横向的边和纵向的边之间的这个夹角会逐渐的减小。那么当你正对着顶面去看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这两个边的夹角就变成了90度了，你就只能看到顶面，侧面看不到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变化？前面的这条边都是竖着的，两侧的这个边逐渐的在往里收，逐渐的往里收。你视角越高，它收拢的这个趋势就越明显，也就是说它的消失点就越来越近。它的消失点呢可能在这儿，它的消失点呢可能在这儿，它的消失点呢在这儿，它的消失点在这儿，它的看不到。这个规律性其实是很好理解的。然后我们把它转一下，从这个开始，还是啊顶面看到的不多，很扁的情况下，它竖着的边，看啊竖着的边它是相平行的。那么要是转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？这样变啊，这条边顺着画下来一个线，这个边顺着画下来一个，它在旋转的时候，整体的宽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中间的这条竖向的边往这边挪一点，这个时候这个面就变大了，这个面就变小了，这个就是此消彼长。然后我们还是按照上面这个面的宽度，上面这个面大概只有这么宽，这个面加上，当它转过去以后，远处的看不到的这个边，这条竖边离这条竖边也变远了。这就是上面这个方体，在我们视角不变的情况下，方体旋转了一下，它是旋转，上面这台的变化是视角变高。那么用这样的方法，我们把这个也让它旋转一下，我们确定一下整体的这个宽度，这条边子下来之后，让它往这边挪一点，它就旋转过去了。然后这个面的宽度在这个视角下，它竖向的边收拢的还没有那么粗。这个是它旋转的，那么再画一下它旋转，旋转过之后，这个前面的这个竖着的棱就往这边挪了一下，顶面的宽度变化不大，主要变化在侧面，旋转之后就是侧面的变化比较大。注意远处的这个角啊，不要翘起来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趋势，上面的这条边和这条边都要往这个趋势上面去倾斜。如果不往这个方向上倾斜的话，往上去了，那它就会远处这个角就会翘起来。刚才呢，有几个同学是把远处的角画翘了。那么我们再回到第二排第一个，如果说我想再让它转一下，旋转一下，我把整个的宽度定一下，然后把这条边下来之后呢，再往侧面挪一点。它在往这边转的时候，横向的这个边会越来越平，它会变成大概这样的一个形状，这样的一个体积。
如果把它再转一下，这边的这个大的面完全转过来，这条边就是水平的，顶面呢能看到一点点，还是这个宽度，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方体了。那么把第二排的第二个也让它转一下，也就是这边的面变得更小，这边面变得更小之后，这条边就会更加的立起来，这边这条边呢就更加的放平一些，这边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边也会更加的往这边挪。大概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方体。如果它再转，这个时候顶面看到的是要比这个更宽，它竖着的这个边要收拢的没有那么大。这个是为了大家能够随手就画出一个合理的方体，任意角度、任意默写的方体。所以说这样训练呢就非常的关键，非常的重要。当你能够把这个理解透，你能够按照一定的这种规律性和逻辑性去推理出来各个角度的方体，那么你去默写的时候，你也会非常的顺手，你就能够默写一个合理的人物形象也好，动物也好，都可以。除了默写以外呢，你理解了空间中各个角度方体的变化，那么你去画图片，你也可以把照片中的人归纳成合理的方体。它的体块，比如说它的头部在空间当中属于哪一个角度、哪一个状态？因为你不可能画人，所有人都是一个角度的。你一个角度画多了之后，你就会对它产生这种固化、僵化的认识。在空间当中一些微妙的角度变化、微妙的特征，你就感觉不到了。所以说这个内容非常的关键，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很重要。假设说我们画一个人物，他的头是往上抬的，那么我们就能随手画出来这样的一个方体，这是它的正面，这是正面的朝向。那么它的星腔呢也是往上挺的，我们是仰视它，那么这个星腔我们也能画得出来这个朝向。因为是一个仰视的视角，骨盆虽然说往回收，但是也看不到顶面，这个是骨盆的朝向。就看你能不能够随手就能够勾出来一个相对合理的这个方体，然后它的肩头、手臂入体，另外一侧这个手臂呢往后去，看不到上臂，前臂也是打开的，所以说看到前臂呢比较少。你随手就能够建立起来一个合理、相对合理、透视合理、结构合理的人物、人体的基本结构。再回到这张图上面来，那么它再往这边转，这个规律就很明显了，侧面逐渐的在减小，横向边逐渐变平，顶面比这个更大，竖向的边向里收的更多。按照这样的规律把这4排画完，后面这个你自己根据规律去推理，把它补全。如果说前面没有按照这个排版去画的，你就重新画一张，